现在总有人以为手机的RAW格式会明显的强于它的 JPG 格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拿小米14 Ultra 这台手机来看看到底你被骗了没有啊？当然了，你这被骗呢也有可能是被我骗啊，因为我在节目里经常说，现在没有一台手机的RAW格式是可以明显强于它的直出 JPG 的。如果你是用相机拍摄呢，那我建议你就用RAW格式直接拍，因为你已经不怕麻烦了嘛。如果你是用手机呢，那就直接拿起来就拍吧，怎么方便怎么来。它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？那本期我们就来验证一下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跟加关注支持我们啊，尤其是加关注，因为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。本期跟以往不同，我会在往期的留言中挑选一些大家上传上来的照片，我这回就给它做一个集锦发上来，希望大家也能像这些网友一样，多多出去走走，拍拍好看的照片。看完前的照片呢，不要只在意是哪台手机拍的啊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跟加关注支持我们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手机的RAW格式跟它的 JPG 到底能有多大的差别吧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小米的专业拍摄界面，在这个模式下呢，就能拍摄RAW格式以及 Ultra RAW格式了。只不过选择了RAW格式之后呢，就不再支持数码变焦了，只能选择主摄超广角 3.2 倍跟5倍这4个定焦焦段了。还有就是除了主摄以外，其他的几何镜头RAW格式都不支持5000万高清模式啊，只有1200万像素的默认模式。那下面咱们就每颗镜头挨个聊一下啊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。参数都列这儿了，就不挨个念了。主摄呢是支持可变光圈技术的，之前已经测试了，每一档光圈下它的成像表现确实都不错啊。那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，后面的测试呢用的都是无人设置。现在看到的就是主摄的RAW格式跟直出 JPG 的对比。那可以看到左边RAW格式有些高光部分呢已经过曝了啊，没关系。这点呢咱们扩张度环节再说，现在看到的就是RAW格式没有调整的直出的样子啊。是不是有人会说RAW格式才是接近人眼看到的效果呢？这现实生活中啊，就算是有强光的地方，只要你有脑子，就算你眼神不好，也会被修正过来啊，不会过曝的啊。所以这接近人眼看到的别扯啊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有区别吗？没有啊，两边的解析力是一样的，但是画面呢还是有一些区别。RAW格式这边确实看着更柔和一些。再看一组RAW格式跟直出 JPG 的对比，那这回RAW格式它这个不调不行了啊，它这个直出效果确实有点惨。那稍微调整之后呢，看着还行。那具体怎么调整呢？咱们扩张度还原再说。那么中心解析力这回有区别吗？依旧没有区别。不但解析力没有区别，而且这回两边的画面从柔和程度、锐化程度上也是一模一样的了。主摄的RAW格式是支持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啊，当然了 ，JPG 直出肯定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了。那么解析力方面，JPG 的表现更好，RAW格式那边的解析力不行啊。没关系，咱们再比一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。那么这回的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差不多，而且 JPG 直出那边啊，确实有一些数码处理的痕迹。RAW格式里边呢，看着更柔和一些。那我估计有人会说了，你看 JPG 直出不行吧，还是RAW格式强吧？那前面这组对比你怎么说呢？
那至于镜组的光学质量还有边角画质把控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，都是同一个镜组同一个镜头拍的啊，都一样。结论呢就是白天主摄的表现弱格式不管怎么拍也不会强于直出 JPG 的。那再看超广角镜头，参数呢都写这儿了，就不念了啊。咱们看实拍样片，弱格式跟直出 JPG 在色彩风格上是有区别的。那么大家呢可以说出你们的喜好啊。至于中心解析力这种硬实力嘛，两边是差不多的，而且弱这边呢，高光部分还是有些过曝。那高光部分过曝的问题呢，咱们扩张度环节再说啊。反正它们的解析力是没有区别的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弱格式跟 JPG 的区别呢就更大了啊。在成像风格方面，你们更喜欢哪边呢？那么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还是差不多，但是观感上是不一样的。弱格式这边看起来成像更绵软一些 ，JPG 看起来更锐一些。当然你也可以说 JPG 有锐化呀什么的，其实它的锐化倒是看着还可以啊，并不重。不过呢，弱格式的超广角是没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 ，JPG 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。那解析力方面 ，JPG 这边的优势是很明显的。总之呢，超广角上弱格式不管怎么拍也是不会强过直出 JPG 的。再说中长焦镜头。中焦跟长焦的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，有不了解的朋友呢，自己看一下就好了，我这儿就不挨个念了。但是要说一下，如果选择弱格式拍照呢，就没有数码变焦了。中长焦这块只有3.2倍跟5倍，什么2倍啊，什么10倍啊、30倍啊，这些数码变焦焦段都没有了啊，只有3.2倍跟5倍两个焦段。那先看3.2倍的对比，弱格式跟直出 JPG 在色彩风格上的差别够大的，是吧？你们更喜欢哪边呢？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哎呀，弱格式的表现非常不好啊，直出 JPG 的观感比它强很多。如果你要不信呢，咱们还可以再看一组啊，结果是一样的。在解析力方面，如果仔细看呀，细节呈现两边就说差不多，但是观感上它真的比不了直出 JPG。而且呢，直出 JPG 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弱格式这边呢是没有高清模式可以用的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如果你仔细观察呢，弱格式这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，解析力并不输 JPG 的5000万像素，就是观感上它真的不行。现在是5倍的对比，颜色风格的差别呢跟3.2倍是一样的。大家更喜欢哪边呢？啊，喜欢弱格式这边的色彩打1，喜欢直出 JPG 的打2。解析力方面，又到考眼力环节了。其实解析力两边差不多，但就是弱格式这边的观感不怎么样啊，就跟天生自带色散似的。哎呀，反正表现不能说比 JPG 强吧。5倍的 JPG 直出呢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弱格式呢就没有高清模式了。只不过这回相比之下呢，在解析力方面弱格式还是可以的，因为 JPG 直出这边放大看涂抹感还是比较重的。但是用 JPG 拍呢，可以拍数码变焦2倍啊、10倍啊、3倍啊、100倍啊，这些你都可以拍。弱格式那边只有3.2倍跟5倍。反正综合来说呢，日常拍摄这块，弱格式肯定不会比直出 JPG 强的，也不会比直出 JPG 更方便。再看扩张度的对比，咱们直接看主摄高难度场景。那弱格式这边呢，直出的效果是挺惨的啊，暗部死黑，亮部是死亮。直出 JPG 那边暗部是有细节的，亮部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，呈现的也比较自然。当然了，这里要提醒一下啊，什么死黑死白这些呢，并不是评价一张照片好坏的标准。好照片里边出现死黑死白都很正常啊，只要照片拍得好看，故事性强，它就是好照片。但是这里说的是器材，器材永远以拍得到为第一位，细节呈现的越多，对于后期来说就越方便。那弱格式的后期空间应该是挺大的，咱们看一下弱格式调整的效果是怎么样。打开之后呢，首先就是亮部啊，亮部过曝了，咱们可以往下降一下，降下来的效果还可以啊，后期空间还是挺大的。那么暗部呢也是可以提亮的，但是呢不要提得太亮啊，提得太亮呢，首先暗部太亮不好看，而且提亮太多呢会出现噪点啊，看着差不多就行，弱格式基本上就调整完了。但是你累不累呀？那 JPG 那边它不用调，它直接就什么都有啊，而且我想再调的话也能随便调啊。打开 JPG 直出的照片，那亮部挺合适的吧？那我想让它再暗点就暗点，我想它再亮点那就亮点。那暗部也是一样，我想它再暗点再亮点，随便啊，随便调。
因为手机的 JPG 呢，它是计算摄影，是多张合成，它会把很多张曝光不同的照片融合在一张照片里边，暗部跟亮部的细节都已经很充分了。你乐意调就调，不乐意调就甭调。你乐意调的话，原始数据都有，照片中已经包括了非常丰富的亮部跟暗部信息了，所以说根本不影响你的后期空间。所以说，那拍弱格式有什么用呢？现在看到的就是调整后的弱格式跟直出 JPG 的对比啊，直出 JPG 呢也是稍微调了一下，其实不调也差不多啊。现在就是弱格式跟 JPG 没调之前的，调完之后、调完之前的，你们可以穿插着看啊。你说是啊，我拍弱格式，我拍它干嘛呢？再看一组高难度场景的对比，同样的弱格式这边天空是死白，暗部是死黑，同样的也可以调整一下啊。而且弱格式的徕卡生动、徕卡经典我都拍了。相比之下，徕卡生动这边啊，暗部是直接就有细节的，但是提亮之后呢，它的暗部会有些偏色，这是徕卡生动在高难度场景普遍出现的问题。徕卡经典呢，虽然说直出的情况下，它确实暗部细节少一些，但是是可以提亮的。提亮之后呢，颜色呢也相对准确。过曝的天空呢，也是可以往回拉一些的啊，可以恢复一些天空本来的蓝色啊。经过一些简单的调整呢，弱格式就调完了啊，效果还可以。但是我调它干嘛呀？我直出 JPG 这边，我本身就要码有码了，暗部也能按得下去，暗部还有细节，亮部也能亮得上去，天空和树叶的分界看着也很自然，而且我后期还想调的话也能接着调。暗部我觉得不够暗，我可以再暗一些，想亮点可以再亮点，天空我想过曝就过曝啊，我想再暗点也能再暗点，我什么也不耽误啊，我拍弱格式我干嘛呀我？那现在是弱格式没调之前的样子啊，现在是调整之后的样子，反正跟 JPG 直出比呢，就是，哎呀，怎么形容呢？反正就是瞎他妈折腾，是吧？后面的很多测试场景也是如此，弱格式的直出效果跟调整后的效果与直出 JPG 效果的对比呢，就是没有什么优势啊。那你说拍弱格式有什么用呢？是锻炼你的动手能力吗？可是你拍 JPG 的话，该动手也可以动手啊，只要你想动手，拍什么都没关系啊，怎么拍都拦不住你动手。所以我也想不明白这弱格式优势到底在哪儿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左边就是弱格式直出的效果，跟 JPG 的效果比呢，肯定是比不了啊，尤其是灯牌的颜色啊。没关系，打开弱格式咱们调一下。调的时候呢，你愿意点自动也行，你愿意自己手动调也行，反正怎么都成。亮部暗部调完之后呢，灯牌部分的颜色呢，你还可以单独调啊，调到你觉得合适的为止啊。反正调完之后，终于跟直出的 JPG 差不多了。当然 JPG 的灯牌的颜色你也可以随便调啊，我只是懒得调了。再换一个场景，弱格式这边高光部分是完全过曝的，暗部呢也稍微缺失一些，暗部还好说啊，主要是亮部啊，但是没关系，弱格式是可以调的嘛。打开弱格式照片，叮咣54一顿调整，亮部暗部啊来回调，调完之后，终于跟直出 JPG 拿起就拍的效果差不多了。你看，这是弱格式没调之前的，这是调完之后的。你看，我也真是他妈浪催的。接着浪，再换一个场景，弱格式这边高光部分还是过曝的，没事儿，拿起来就调。但是这个场景高光部分，注意那24小时那个亮牌里边还有一个中文字24小时。弱格式是怎么调也调不出那个字儿的，但是 JPG 呢，拿起来就拍，就什么都有。3.2倍的表现也是如此，高光部分弱格式这边表现是不足的，没事儿，接着调，叮咣54调完之后，哇塞，跟 JPG 直出差不多了。5倍也是如此，这5倍这高光部分它更惨，没事儿，拿起来就调，明暗调完之后再单独调灯牌部分的蓝色啊，调完之后，哇塞，效果跟直出 JPG 终于差不多了。弱格式调完之后，突然间一拍脑门子，哟，今天吃的有点撑，干脆再调 JPG 吧，反正 JPG 想怎么调怎么调啊！打开 JPG 文件，叮咣54一顿调，亮部暗部，反正颜色乱七八糟，你想怎么调怎么调，跟弱格式一样。调完之后满足感大大的，我真是弱格式调完之后调 JPG 调完之后调弱格式，两边我都能调，随便调。我真他妈闲。城市环境说完之后，咱们再看极暗环境啊，这个环境非常的暗，谢天谢地啊！
弱格式终于跟直出 JPG 在不调的情况下两边差不多了，而且弱格式虽然说没有夜景模式，但是它是有自动夜景的。那么这个环节呢，就省去了我很多调节的麻烦。那总结一下呢，就是在全部夜景环节测试中，无论是城市环境还是极暗环境，弱格式都不会比直出 JPG 更强。最后总结一下啊，全部的测试结果都出来了，结论就是无论任何环境、任何场景，手机的弱格式都不会强于它的直出 JPG 的表现，无论是细节呈现还是解析力。至于色彩风格、成像风格这些呢，我们不聊。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看的，永远是没有标准的，这点呢，您自己喜欢哪个就是好的。那现在有些朋友啊，总是把自己不懂的、不会的就默认当成是好的，再加上人云亦云的臭毛病，有意无意的传播了一些错误的观点。长总是跟我说，太傻的、太笨的你就别救了。我义正言辞，不救咱们水视咱们挂知名 UP 主之前啊，标签是优质科普 UP 主，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用相机拍摄，就踏实的用弱格式，反正你已经不怕麻烦了。那如果你用手机拍摄呢，就怎么方便怎么来吧，别折腾了。这期用的是小米14 Ultra， 聊了一下如今的手机弱格式。我估计可能还有力挺 iPhone 的朋友吧。那如果有人想看 iPhone 弱格式的表现呢，就打个1；有人想看呢，我就安排一下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对您有一些帮助啊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